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我们都知道，鸡蛋的营养极为丰富，富含胆固醇、蛋白质和脂肪。一个鸡蛋的重量约为60克，其中蛋白质含量为7到8克，脂肪含量为5到6克。鸡蛋蛋白质的氨基酸比例非常适合人体的生理需求，且易于吸收，利用率高达98%以上。因此，鸡蛋的营养价值极高，是人类常食用的食物之一，含有很高的蛋白质。现在市场上鸡蛋的品种繁多，大小各不相同。在购买鸡蛋时，很多人常常困惑于选择大鸡蛋还是小鸡蛋。今天我将教大家如何挑选鸡蛋，帮助大家在将来买到合适的鸡蛋。我们在买鸡蛋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可以看这几个方面后，再来选择鸡蛋的大小。首先摸一摸，在挑选鸡蛋时，我们可以观察鸡蛋的表皮。新鲜的鸡蛋通常表面比较粗糙，具有磨砂感，并且会附着一层霜状的粉末，触摸时能明显感受到。这些粉末一般是粉红色或洁白色。劣质鸡蛋的蛋壳表面的粉霜几乎脱落，壳色油亮，有时甚至会出现黑斑点。这种鸡蛋绝对不能食用。如果用手轻轻摸一下鸡蛋，发现表面有许多砂点，且触感过于粗糙，这通常意味着该鸡蛋的蛋壳较薄，容易受到细菌污染。因此购买鸡蛋时，最好避免选择这些表面粗糙的鸡蛋，因为它们不仅容易受到细菌侵入，还很难长时间保存。选择新鲜、表面光滑且有霜状粉末的鸡蛋，才能更好地保证食品安全和质量。第二个方面，表面有裂纹的鸡蛋不要买。现在市面上的鸡蛋，在从饲养场到批发商，再到零售的过程中，往往会经过多次搬运，因此即使鸡蛋被很好的保护，在运输过程中也难免会遭遇磕碰。严重的磕碰可能导致鸡蛋壳直接破裂，而轻微的碰撞则可能在蛋壳上留下不易察觉的小裂纹。这些有裂纹的鸡蛋表面细菌很容易通过裂纹进入鸡蛋内部。由于鸡蛋中蛋白质含量较高，这为细菌的生长和繁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，可能导致蛋白质的变质。食用变质的鸡蛋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。即使有裂纹的鸡蛋，在购买时看似没有变质，带回家后也难以长时间保存。因此在挑选鸡蛋时，一定要注意检查蛋壳的完整性，确保选择没有裂纹的鸡蛋，以保证食品安全和健康。第三个方面，掂一掂鸡蛋的重量。挑选鸡蛋时，其实也有类似于挑选水果的技巧。鸡蛋有其特定的重量，挑选时要选择大小比较均匀的鸡蛋，可以将它们分别放在左右手中，感受哪一个鸡蛋更重。通常选择重量较重的。如果两个鸡蛋大小相同且差距不大，建议挑选重量较重的那一个。正如奶奶常说，大小差不多的鸡蛋里，重量较重的通常会更加新鲜，因为它们的水分和营养成分不容易流失。相反，重量偏轻的鸡蛋一般可能不那么新鲜，这种鸡蛋可能放置的时间较长，导致内部出现大量脱水的现象，甚至可能已经变质。所以说，挑选鸡蛋的时候，一定要挑选大小差不多、重量偏重的鸡蛋进行购买哦。第四个方面，蛋壳表面比较脏的鸡蛋不要买。一些人认为脏鸡蛋比较新鲜，因此在购买时会依据鸡蛋表面的脏污程度来挑选。其实鸡蛋是否新鲜，并不能仅通过外壳来判断。鸡蛋表面的污垢通常反映的是饲养环境不佳，而不仅仅是新鲜与否。脏鸡蛋的表面不仅可能有肉眼可见的鸡屎、鸡毛等污物，还有许多肉眼看不到的细菌。这些杂质在打入碗中时，容易混入食材中，食用后可能导致身体不适。有些朋友在购买脏鸡蛋后，习惯用水冲洗掉表面的杂质再存放，
但这样做并不妥当。鸡蛋表面有一层油性保护膜，可以有效阻挡细菌的侵入。如果用清水清洗鸡蛋，会破坏这层保护膜，导致细菌趁机进入，从而使鸡蛋迅速变质。因此，还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购买脏鸡蛋，以确保食品安全和健康。选择外观干净、完整的鸡蛋，才能更好地保障食用安全。第5个方面，闻一闻气味。挑选鸡蛋时，闻一闻气味也是一个重要环节。这与挑选其他食材的方式是相似的。一般情况下，正常新鲜的鸡蛋会散发出淡淡的石灰气味，而如果鸡蛋放置时间较长，变得不新鲜，闻起来则可能有发霉或酸酸的味道。对于这种有异味的鸡蛋，最好不要选择购买，因为这表明它们可能已经变质，甚至可能内部发霉或发黑。虽然鸡蛋营养丰富，但其保质期相对较短，因此在购买鸡蛋时，建议根据需求适量购买，尽量吃多少买多少，避免一次性购买过多，因为存放在家中容易导致鸡蛋变干或变质，影响食用安全和口感。第6个方面，摇鸡蛋是最常用的方法，因为鸡蛋越新鲜，在摇晃鸡蛋时，鸡蛋是根本摇晃不动的，这是因为鸡蛋的气室、蛋黄都是特别完整的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鸡蛋的气室不仅会变大，而且蛋黄还会变松，所以我们买鸡蛋，只要是摇得动的鸡蛋，非常不建议大家买。而造成散黄可能是因为2点。其一，鸡蛋在运输的过程中受到了强烈的碰撞和震动，但是蛋壳并没有破裂，只是内部的蛋黄膜破裂了，这样就会出现鸡蛋散黄的情况。其二，鸡蛋不新鲜，鸡蛋放置的时间过长，外部的细菌顺着蛋壳的气孔进入鸡蛋内部，从而破坏了蛋黄膜的组织和结构，这样也会造成鸡蛋散黄。第7个方面，在挑选鸡蛋时，很多人常常将目光放在鸡蛋的大小上，认为大个头的鸡蛋更划算，营养更丰富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，鸡蛋的大小主要取决于鸡的品种和年龄，而与营养价值并没有直接关系。就同一品种而言，大个头的鸡蛋通常是由体型较大、产蛋量较高的鸡种所产，而小个头的鸡蛋则可能来自体型较小或出生的蛋鸡。因此在选择鸡蛋时，不必过于纠结于大小，因为它们的营养价值几乎相差无几。如果您追求的是蛋白质和能量的补充，那么大个头的鸡蛋会是很不错的选择。而如果您更注重性价比，或者是想要控制每日的胆固醇摄入量，那么小个头的鸡蛋呢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除此之外，在购买鸡蛋时，我们常常会发现鸡蛋的颜色各不相同，有些鸡蛋的壳是白色的，而另一些则是红壳的。很多人误以为红壳的鸡蛋是土鸡蛋，其实并非如此。无论是红壳鸡蛋还是白壳鸡蛋，颜色的差异主要取决于鸡的品种。不同品种的鸡所产的鸡蛋颜色自然会有所不同，因此红壳鸡蛋和白壳鸡蛋在价格上也可能存在一些差异。在选择鸡蛋时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购买喜欢颜色的鸡蛋，因为它们的营养价值几乎相同。现在都知道我们在买鸡蛋的时候应该挑选大的还是小的了。看完是不是想赶快收藏起来试试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